跨行业做动画还做出了高水准，这事儿还有谁不知道？要说蜜雪冰城不愧是整活界的扛把子，在最近上线的《血王之奇幻沙洲》里隐藏了连环小彩蛋，竟然把这些熟悉的动画 IP 做了一次梦幻联动。小生一开始还以为眼花了，看正片的时候大家可以浅试一下能扒出来几个彩蛋。继2023年推出历史首部品牌原创动画后，不过1年，第2季《血王之奇幻沙洲》又让血王火出圈了。这次在第1季中夺回冰淇淋权杖的血王离开了猎猎谷，准备看看世界有多大。旅行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沙漠中心的网红打卡圣地采沙镇。雪人进沙漠就够新鲜了，但更令人惊艳的是，在血王之奇幻沙洲中，以敦煌文化为背景所呈现的纯粹国风美学。烟波浩渺的沙漠奇观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9层楼，令人惊叹的绚烂壁画，经典飞天的双色飘带，回顾插叙中堪比博物馆文创的场景。看到这些高质量画面，小生就基本确定血王的确能在动画圈横行一下下了。这不，横行的血王到了沙漠就摆起了奶茶摊儿。咖啡加冰，沙漠救星，冰冰爽口，甜蜜在手。只不过他这次摆摊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救人。就在几天前来打卡采风的血王就到了采沙镇，但采沙镇却处处透露着古怪。偌大的城镇不仅没有一个人影儿，还到处都是沙子。没等他一探究竟，就听到一声巨吼，然后就是遮天蔽日的风沙，直接把他卷上了天。幸运的是，风沙把他甩进了一顶帐篷里，而这顶帐篷主人恰好是第1季中与他并肩作战，这次来采沙镇执行任务的老搭档兔老板。好久不见啊，血王！不过正当他们沉浸在他乡遇故知的欢乐时，却有一道暗戳戳的身影盯上了他们。果然是2个臭贼！没等搞清楚状况，他们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。愤怒的小鸟在这一刻实景化了，青鸟翠翠误会他们是偷采沙的贼，不仅和他们大战了700回合，还让镇民包围了他们。原来采沙镇正在面临每100年就会重演一次的沙暴危机，在能吞噬一切的大沙暴来临之前，巨大的号角会预警3次。血王听到的巨吼就是第1次预警。采沙镇建筑上的采沙本来能够抵御沙暴，但历经了100年风霜，墙上旧的采沙开始慢慢脱落，已经失去了抵御沙暴的能力。面对即将来临的沙暴危机，镇民们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寻找新的绿洲，二是找到新的采沙加固建筑。为了一睹采沙镇的绚丽风采，血王自告奋勇，决定帮镇民们寻找新的采沙。身为赏金猎人的兔老板也不准备放过这次赚金子的机会，而翠翠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，也自愿加入，成为他们的采沙向导。危险的是，藏有采沙的地宫盘踞着一只凶险的护宝兽，要拿到采沙，经历一场恶战已是不可避免。他们也做好了直面危险的准备，但在抢沙大战的过程中，血王意外救下了护宝兽的幼崽，这才知道护宝兽守护的从来不是采沙，而是自己的孩子。也因此，护宝兽为了感谢血王，答应了他们带走采沙的要求。于是大胜而归的采沙小队成了被镇民列队欢迎的英雄。镇民们用采沙重新涂满了墙面，他们也被当作英雄永远留在了采沙镇的墙面上。不过在庆功宴上，兔老板就没那么开心了，他没想到这次任务的赏金竟然会如此迷你。这是哪儿的学费？你不是最喜欢金子吗？你们愁眉苦脸的呀。你管这也叫金子？不忿的兔老板准备偷偷把该拿的钱拿到手，却没想到他无意间撞到了一个惊天黑幕。他们千里迢迢运回来的采沙，竟然被镇上的马秘书偷偷私藏转运了，而被发现踪迹的他反被诬陷成了偷沙贼。全镇居民没人相信他的清白，因为他给出的证词是：我在仓库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想走过去看看，结果看到几条胖头鱼正在那偷采沙呢。谁会相信沙漠里会有鱼呢？也就一夜之间，血王和兔老板从万人称颂的英雄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小偷，还被无情驱逐出了采沙镇。离开采沙镇后，他们反复推演这次栽赃嫁祸的关窍，发现真相只有一个：家父，他们把镇的采沙偷走了。那镇民图的是……糟糕！采沙镇有危险！担心镇民们会因此丧命于沙暴的血王决定重返采沙镇，通知镇民这个消息。这时不知真相的镇民们还在充满希望地用假采沙涂墙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灭顶之灾。而巨大的号角也传来了第2次沙暴预警。号角！沙暴！
担心镇民们不相信自己的雪王，这才易容在镇子上支起了奶茶摊儿。他和兔老板用招牌饮品最大程度吸引镇民聚集，而另一边，翠翠以抓采砂贼的名义吸引剩下的镇民出城追凶。他们用谎言把镇民们转移到了镇外避难，而镇民们还因为误解视他们为敌。好心没好报，救了这帮白眼狼，还为他们当坏人。他们刚完成转移，沙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吞噬了大半采砂镇。为了在第3次句号预警之前拯救采砂镇，雪王决定去找骆驼镇长揭发马秘书的罪行。他希望由德高望重的镇长出面告知镇民真相，组织镇民们在第3次句号预警之前团结一心，夺回真采砂，保下采砂镇。不料在他们不惜代价的抓了马秘书和镇长说出了背后的真相后，却得到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。原来镇长才是最想让镇民离开的人。采砂的力量谁也没见过，可大沙包的破坏力就在眼前，让我的镇民守着不知真假的传说与大沙包对抗，代价实在太大了。镇长并不相信虚无缥缈的采砂传说，他恨雪王、兔老板和翠翠扰乱了他让镇民转移的计划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更是把他们囚禁在采砂镇广场的地下。但镇长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个封存起来的地下空间，雪王一行解密了真正的采砂传说。他们能找到逃出去的办法吗？能在第3次号角响起前守护采砂镇吗？雪王之奇幻沙洲还有3话未更，结局大家盲猜一下咯。谁能想到当奶茶遇上动画会玩得如此专业？如果说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洗脑神曲让雪王拥有了声音，那连续推出2季的雪王动画无疑是让雪王拥有了灵魂。逐渐累积的超高人气让他成功融进2次元的快乐圈子。毕竟呆萌可爱、热情正直、有血有肉的雪王谁能不爱呢？